据观察者网的消息称，美军首艘滨海战斗舰独立号日前悄悄退役了。同时，美国海军还计划在此之后还会有6艘同级舰艇退役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艘退役不久的滨海战斗舰才服役了11年。看来，再科幻的东西不具有实用性那也不行。像美军这样乱点科技树的后果就是，当某一假想敌发展的太猛后，所谓的科幻战舰就成了鸡肋，完全承担不起大作用。该消息一出就引发了轩然大波。不是说好的隐身战舰吗？现在怎么就突然退役了呢？但实际上，退役才正常，不退役才奇怪。早在2020年初，美国海军领导人就计划将首批4艘滨海战斗舰退役，其中包括2艘独立级和2艘自由级。这一计划在2020年6月获得了批准。结果在2021年3月31号的时候，美国海军突然又撤回了退役的决定，并打算对其进行现代化改装。然而，改装这4艘战舰需要花费足足25亿美元，重新建造都不用这么多钱。这一举动招致美国国会的批评，并且表明不会出这笔钱。所以，美国海军当前正式开始退役滨海战斗舰。需要知道的是，滨海战斗舰是美国海军在21世纪初推出的全新舰船概念，其目的是取代传统的护卫舰以及扫雷舰和巡逻舰等多种舰船的功能，具有成本低、多用途、机动灵活等特点。在美国人的假想中，该型舰艇甚至还可以利用引擎优势在敌方的沿海浅水区作战，然后通过数据链引导己方火力对目标实施远程打击。但是在该型战舰被造出来且开始服役之后，滨海战斗舰的众多实际问题就暴露了出来，建造成本更是从1亿美元飙升到了5亿多美元。然而，在性能以及功能方面却远远没有达到美国海军的预期，所谓的隐身功能更是成为了鸡肋。除此之外，后续各国所研发出的反舰导弹更是给了滨海战斗舰沉重的一击。为此，服役时间本该在30年左右的滨海战斗舰，现在就已经开始陆续退役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对于该型舰艇的退役，我国著名的军事学者张召忠可以说是预言成真了。他曾经评价这种滨海战斗舰，称其最大的缺点就是美军所幻想的那些优点都难以实现。美国想把它设计成一艘多功能战舰，采用了一系列先进技术，但叠加效果并不好，最后硬要造4不像船，最后的结果反而是中看不中用，只能是提前退役。美媒《海军时报》在当地时间8月4号的消息显示，在2020年7月份被大火彻底焚烧的好人理查德号准航母终于锁定了嫌疑人。此前外界一直认为是电焊工在维护时因操作失误导致大火，然而在经历1年的调查以后才发现，居然是有人故意纵火，而纵火者还是这艘船上的船员。更为尴尬的是，这还是因为一顶绿帽子引发的惨案。从相关报道来看，最早引起怀疑的是一个监控视频，一个戴着面罩的白人男性拿着一个金属桶进入船舱，随后有黑烟和火苗从这个船舱内窜出，而在此之前的几个小时内，该起火船舱从未有人员出入。随即，美军调查人员对照视频内的一些细节进行追查，将嫌疑犯锁定在2019年才加入美国海军的瑞安·索耶梅斯身上。在最开始，此人还极力狡辩，声称自己是被冤枉的，但随着一系列证据被调查，此人也最终认罪。据梅斯交代，他火烧美军准航母好人理查德号，主要是因为自己被人戴了绿帽子，与自己长期同居的女兵在最近怀孕了。但很尴尬的是，在次孕检的报告中却发现，孩子居然不是梅斯的。这个绿油油的结果击垮了梅斯的心理防线。在几天后，梅斯决定火烧美军准航母泄愤，而就因为美军士兵的一次泄愤行为，美军这艘4万吨排水量，在上世纪末造价近11亿美元的准航母黄蜂级2栖攻击舰被付之一炬。大火烧了4天4夜，14层甲板有11层被烧穿，近70人伤亡。美军自己评估的结果是，修理费用近100亿美元，还不如重新造一艘。当然，或许是出于影响实在太尴尬的考虑，美国海军第3舰队的军事司法方面给出的结论是，瑞安·索耶梅斯在2019年加入美国海军，当时的愿望是加入美军海军陆战队的海豹突击队，但是因为其培训过程中凸显出来的能力不足，只能降级为一名水手，而怀着对待遇变化的不满和对美国海军的怨恨，加上生活上的境遇，最终催生出来了焚烧美军准航母泄愤的想法。实际上，美国军队内部的问题在近些年十分突出，火烧准航母都不算是特别显眼的行为，
早在2012年，就有美军士兵想要早下班，一把火烧掉了美军的核潜艇。其实，美军内部混乱的管理和考量标准，加上政治正确也开始蔓延，内部歧视严重，相互倾轧之下，美军士兵报复社会的频率和自杀率一直居高不下。然而，美国内部的聪明人虽然看出了问题所在，却又害怕当出头鸟，导致背后身中16枪自杀身上，只能强行扯上中国。这种情况下，美军未来的类似事故恐怕会越来越多。为了与中国作对，这段时间美国可没少干上不了台面的事。前不久中美会谈刚结束，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就在随后的美俄会谈中怂恿俄罗斯出面，希望该国能够邀请中国加入核军控谈判。作为中国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，俄罗斯自然没有答应。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事态的发展，一些所谓的亲美派甚至是公知们却开始蠢蠢欲动了。据悉，传言近日国内有不少公知纷纷冒头，扬言中国应该放低姿态，销毁核武器来换取美国的信任。尽管该消息到目前为止并未得到证实，但倘若消息属实，也就意味着中国国内出现了投降主义。一直以来，中国都希望能够以和平友好的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和矛盾，不希望武力解决问题。但时间久了，似乎中国的好说话变成外界人眼中的懦弱。在此背景下，或许是中国如今面对多个国家的挑衅都给予了警告，并未有任何实质性的反击，导致包括国内人都开始认为中国是真的好欺负。在这些人看来，想让两国关系破冰，中国就必须放低姿态，用自废武功的方式缓和关系。不得不说，这样的言论着实可笑，把中国看扁了的同时，这些投降主义是如何能肯定只要中国磕头认错就能换取美国的信任？真要说起来，美国之所以到现在都不敢动中国，恰恰不是因为该国讲道理，而是我国的国防力量足够强大。要不是中国有核武器作为保护伞，美国怕是早就一声令下派出军舰军机开火了。乌克兰就是一个例子，当初乌克兰为了获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接纳，主动放弃核武器，可结果呢？顿巴斯地区的冲突不断，克里米亚宫投入俄罗斯了，到最后北约欧盟都不接纳乌克兰不说，乌克兰在放弃核武后，相当于放弃了自主权，放弃了立国之本。美国是什么样的国家，这么多年世界各国看得清清楚楚，该国绝不会因为你投降就放你一马，反而会趁机补上一刀。就如钱学森先生此前所言，有剑不用和没剑用完全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对于中国而言，我们可以不使用手中的剑，但是绝对不能没有一把属于自己的剑。中国就算不使用核武器，但绝不能放弃核武器，不然乌克兰就是前车之鉴。这些投降主义选择在这个时候冒头，不过是想用中国的妥协来换取他们自己的荣华富贵。所以中国绝对不能上当，先辈们用自己的鲜血让中国站了起来，现在想让中国跪下，其心当诛。对此，国人敲响警钟，这种投降主义要不得。近期以来，日本看到中国的迅速崛起后，一再向国际社会渲染中国威胁论，称中国的发展给世界各国的安全造成了威胁，还称中国就是日本以及西方国家所要面临的最大挑战。如今看到美国疯狂干涉中国的家事，日本也坐不住了。据相关消息报道介绍称，29日美日合伙勾结台当局，并举行了视频战略论坛，叫嚣要互相合作，共同抵抗中国。而这次的所谓战略对话中，日本为了跟风美国，竟然派出了趴窝已久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。不过为了能让日本的风险降低一些，安倍的措辞明显的收敛了很多，只敢围绕地区安全等问题同美国一同交流，挑动台海局势。对此，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，美国和日本这样勾结台当局的做法属实愚昧至极。从根本上而言，这其实就是在自取其辱。中国必须统一，也必然统一，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。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每次美国做出干涉台海地区问题、做出一些小动作时，都会严正警告美国应该立即停止错误的做法，多次向国际社会阐明了中方的立场。台海问题就是我国最基本的底线，如若谁敢触及这道底线，中国必定不会轻易放过。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等等西方国家，如果触碰这道红线，就是摆明了和中国作对，那中方必定会拿出对应的方式给予回击，可见我方在台海问题上的坚定决心。但就在这样背景下，美国、日本还不愿意罢手，这充分地表明了美日就是挑战解放军的耐心。更可笑的是，日本根本看不清形势，成为了一个小丑。为了遏制中国，自己却堵上了国运。他们认为靠着如今在全球实力强大的美国，就可以成功地压制中国。但是这其实已经把日本推向了地狱，因为美国其实就是在试水。从最近的局势来看，美国似乎已经看到了中方的决心，所以接连开始对中方释放友好信号。也就是说，迟早有一天，美国会从这场棋局中脱身，到最后只会剩下日本自生自灭。到那个时候，正是给了我军一个大好机会，我们正好可以主动出击，并有足够的理由找日本算账了。
总之，我国是时候应该主动出击了，统一的局势不能再拖，越拖就越危险。只有中国实现统一的目标的时候，美国才可能会停止对中国的干扰。同时，一些跟在美国身后的小蝼蚁应该多注意自己的命运，中国可不是你们能够随便惹得起的，惹翻了中国，回应你们的必定是鼻青脸肿。